握握手。他很激动，我们先走吧。平平常常。老师，你又再一次救了我，而且是脸哦。如果给他一抓，我肯定会毁容的。你忘了，鹦鹉是碰不到你的。啊，对哦。安娜老师啊，你为什么把我拉开？还是你紧张我，所以失去了理智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想想，张大芬和高进可以用爱心基金来补偿他们。那一只鹦鹉要怎么补偿呢？他原本的命是很短的，不过他比我家长。哎呀，还58年后他才下地府，到时再讲吧。说不定那时候你都去阳间做人了。我不会的，我会在地府长长久久，因为我不舍得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家庭要考察，你先回去。哎，老师，你可以帮我完成今天的任务吗？非你不可的。什么任务？ Let's go！ 你的任务就是要帮花娘娘选婚纱。对啊，是我哄她说欧洲贵族都是穿这种礼服的，后来她就喜欢，就派我上来了。谁叫你不肯带着我？哦，还是那么任意妄为。哎，老师，这件可以帮我放在身上比一比吗？不必。为什么？老师帮忙嘛！如果我找不到好看的婚纱，花娘娘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那好，不如我们交换条件，你就帮我比。今天我发现特警部的小吴跟小陈，他们是听娘娘命令的，是他们偷偷把我带上来。这情报算是有点用处。Yes， 那我将功赎罪了吧？帮忙嘛 ，please， 帮忙啊！帮我，帮！决定好了吗？老师啊，你喜欢这件婚纱吗？我穿过婚纱，也拍过婚纱照，我对婚纱再也没有感觉。真的吗？那如果那个跟你拍婚纱照的男人已经结了婚，然后有了孩子呢？那我真心替他高兴。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任务。我爱地府。你刚才陪我，我现在陪你啊。爸爸妈妈，阿浪哥、阿兰弟，你们老了这么多。是啊，你为什么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的样子？每年农历7月都要值班，所以我很多年都没有回家。慢点来。
你先坐下，我去倒杯水。哎，二哥，怎么你们都没有把铁门关上啊？你来了，你不舒服啊？怎么不让我带你去看医生啊？好感冒罢了。小事啦，何必麻烦你呢？这样吧，今天我煮的清淡一点，我买了米，还有新的电池。老师啊，他是谁啊？为什么那么照顾你的父母？他是光汉，嗨，光看，我的未婚夫。喂，安可，你说你爱吃我做的酿豆腐，我今天呢特别加了扁鱼粉，你试试看啊。好，阿弟，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鱼肚。谢谢。安可，你等一下啊，这个鱼啊刺儿还蛮多的。光汉，你又忘了戴老花眼镜了，让我来吧。哎，不，这是我的嗜好。这孩子，以前吃饭都是你帮我们挑鱼刺，没想到你坚持了30年。挑鱼是谁能会啊？哎，光汉，你应该找个人啦。是啊，你不用天天都在我们这儿啊。你呀，要有自己的生活。你天天都来，不行，我当一个小薇，要好好的照顾你们。你们就是我的父母，说到就要做到。吃吧，别说这些了。老师啊，我们该回去地府了。我想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单身男人嘛，应该过得自由奔放，像以前的我一样。光汉很自律的，哎，老师啊，我以前很自律，比以前更自律。这里，我们原本的婚房。啊，他一定是等价钱高了才卖，商业考量罢了。哎，老师啊，你不用想太多。你没回我的讯息，哦，老师，你看，之后回来原来他对你儿子是假扮痴情，原来他有一个嫩草人女朋友哎。Amy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回你电话。我跟你说过，你还很年轻，你有很多的选择。我一点都不介意你的岁数比我大。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回去吧。这个人傻的哎。这个女的不错啊。难怪他不让别的女人进来。光汉，30年了，我早就已经放下。我也以为你已经放下，开始新的生活，所以我一次都没有来看过你。
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一直想着我。是我太绝情，还是你太傻？我父母生病，由你来照顾。那你生病谁照顾你？真的很傻。各位大人，小的有礼。带上这个胸针，你进到里头，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不过10个亿，行。哦，这个哦，不用找了啊，好的，谢了。我下来20多年了，我很怀念做人的日子，吃饱了会打嗝，会放屁。现在当了魂，我吃东西这有的进没得出，我觉得太没意思了。所以我要做人啊，我要吃饱会打嗝，我要放屁。屁话连篇啊！耶！我可以做人了，我可以做人了！谢谢裴老，谢谢裴老。Mademoiselle Comte de la Boue， 各位长官好，本人张达志，上辈子呢是个报社的编辑，精通英语、法语、德语，著有散文集5本、诗集3本，而且还翻译过无数本国外小说。这么聪明的人上去一定能造福人群。裴老，此人没胸针。老夫没想。大人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大人，我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。大人 ，please give me a chance， 大人，大人 please， 大人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please， 大人。哦，裴老，今天的进账。哦，哎呦，看着真养眼啊！哎呦，闻着也真提神啊！儿啊，你的啊，爹啊，别错了啊！对，你再吵就什么都没了。你们2个，谢裴老，闻闻味道，提提神啊！谢裴老。好了，够了，不可以闻太多，闻太多不好啊！裴老，我们受得了，裴老。我怕我的精子受不了，不再金闪闪。
裴老原来在打这个算盘，生气。多吃点。我们那么努力，让地府的温度归零，却给知名店制造赚钱的机会。听说一个胸针叫价10亿啊！很生气。再这样下去，上去的都是那些不入流的灵魂，那些优秀的居民怎么办？太不公平了。其实这样想一下，也没关系啊。大人，你不生气啊？大人，为何？你们想一下，黑猫、白猫，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。那好灵魂和坏灵魂，只要能上去的，就是能帮地府归零的灵魂。大人，你好有智慧，一眼就看出问题的本质。知名店趁机敛财，就当给他们尝一点甜头。只要他们对我没有敌意，凡事都好商量。有什么事跟他们商量？最近我学会一个新名词，叫等价交换。我要靠这些胸针和知名店做个交易，捞点好处。而且这次裴老会很生气，但是他却又不敢生气。裴老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外面发生什么事？为何地动山摇？也许啊，跟阎王殿有关啊。这是他们那边啊刚刚发过来的通知书。阎王竟敢让我知名店动荡！念。是的，裴老。从今日起，忘川河底将开挖一条新的宠物通道，事后连接咱们的通道。所以刚才的地震啊，应该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开挖了。岂有此理！又来了！送居民上去，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知名店的专属职责，是我们的。对，没错。他想削弱我的权利。不过裴老，这里说呢，我们还有多一个选择，就是凡事还可以商量。说。哇，我要拍 video 做独家报道。不准拍照。来到咱们知名店，就得遵守知名店的规矩。第一，不准用手机；第二，不准拍照、录像。凭什么？凭咱们是屋主，你们是租户。搞笑，屋子也许是你们的，可是地是阎王管的。对，你们是屋主，大人是地主。哼。说话口水乱喷，真是没文化。过去。从今日开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从哪里进来就从哪里出去。OK？ 什么味道？裴老，你要替奴家做主啊！裴老，以前面对他一个已经很委屈奴家了，现在还要奴家和那么多平民百姓一起上班，真的是有失奴家娘娘的身份啊！裴老，忍一时，财源广进；退一步，口袋不空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裴老啊，他真的不懂事啊！这世上哪里有白吃的午餐呢？那阎王让咱们在我要做人大会上卖胸针，那裴老是不是也应该退让一步呢？老夫就是看在阎王逝去，让我们卖胸针，我才让他们的人进来做，就算是给他们交点租金，
好吧，可是奴家可不帮动物知命。哎，对了，裴老，托木斯最近不是很忙，可否让静静回来帮忙呢？公子未必愿意。反正做动物的都不会给咱们金子，我宁可跟静静努力的卖胸针，帮裴老您堆金山呢。有道理，就这么办。是的，裴老。嗯。喂，你没事吧？你从阳间回来以后，就好像心事重重的。没事。哎，我们不是要去庆功宴吗？你不用装扮啊。不用了。而你不是为了庆功宴装扮，是为了冰糖，对不对？你好了，我们就走吧。啊。哦，你这是水里唱的炮弹嘛？小牛队长，这是香槟，是美酒来的。每次有事庆祝的话，都喝这个的。我要你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人。我答应。温子老师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过去吧。这次这么轻易就打入敌人的内部，光明正大的占领了知名店一半的柜台，真是爽！大家都有功劳，干杯吧！干杯！干杯！小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能不能答应我3个条件？我答应。我都还没说呢。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会答应。我要你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人，爱我的父母，把他们当成是你的父母。我当然会。还有，不可以逼我早死。我答应你，我全都答应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的女儿终于嫁出去了。爸爸，你也买了香槟？就是为了这一刻，婚礼当天也要开香槟的。老师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。文泽老师，怎么了？我想起了光汉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光明磊落、坦荡，对得起世间的一切，但原来最自私的人是我自己，是我成为了他的枷手，是我困了他的一生。小文，你不是故意的啊，不要怪你自己。对啊，不是，我可以做些什么，你才不会那么难过？我不知道，你们给我冷静一下。
不能让黎光汉成为蚊子老师的枷锁。昂哥，昂哥，昂哥，醒醒！哎，你谁啊？我是范小文在地府的学生，我叫浩良。小文的学生？嗯，那你怎么会在我家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我老师现在很忧郁。小文很忧郁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啊。我？对，因为你不结婚，他过得很不开心。他不开心吗？你不幸福，他就不幸福。那如果你幸福呢，他就会幸福嘛。我想告诉你，快点结婚，他才会幸福。小文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守住对你的承诺，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女生，她叫 Amy。光汉，你有福气了。Amy 啊，贤惠又温柔。Amy，我在公司有注意到你喜欢喝绿茶。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这是你选择的人生，我想在你人生里占一个位置。我们一起照顾安哥安迪好吗？30年已经过去了，我放下了，希望你也放下。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希望你也幸福。文哲老师，浩良，看来你的心情已经被解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在你默默为他忧心的时候，我也在为你的忧心而忧心。好了，别文绉绉了。光汉和 Amy 在一起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总之，我可以保证，安哥光汉和 Amy 在一起后，他的人生会更幸福。所以你不要再内疚了，好吗？谢谢。哈，我辛苦那么久，就去谢谢啊？那你还有什么？就拍拍我，称赞我啊。好，浩良最乖。哎，我们来个约定，好不好？什么约定？你以后不开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你要相信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。不要一个人躲起来，伤心，让我担心，好吗？
小文，我们以后就永远这样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还不分开？还要不要脸的？大庭广众，有违礼法。你呀，年少无知，被人占便宜了也不知道。你遇到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还是一只母狼呢？花如意，你不要乱说话。你敢说你对浩良没有企图？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是小男孩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知道，师生如此亲密，本宫都羞于启齿。你想被这里的鬼魂笑几百年，还是想被进猪笼？还有你啊，范小文，舞会那天你亲了浩良的嘴巴，你以为没人看到吗？娘娘，那是意外，而且现在我们的师生关系已经过了，现在最多只是姐弟恋。浩良，不要越描越黑。是。好吧，我不说了，我有任务要执行。你呀，心虚了吧？要不是本宫厚道，保护浩良的名声，现在全地府的人都会叫你做了什么好事？你为什么一直拉着我啊？你呀，送本宫这套礼服，就要对本宫负责啊！娘娘，我误会了。你真坏！本宫已经知道这是外国人成亲的礼服，你别有居心啊！浩良，你看，你说他们是不是天生一对？就像你跟我一样，男的俊，女的俏。娘娘，其实我很平凡。如果你到外面多走动走动，一块石头可以打中好几个比我俊的人。哎呀，其实找另一半，长得好看只是附加条件，最重要的是可以为我遮风挡雨，保护我，为我生，为我死。啊！浩良，你有没有听见我在说话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你是不是介意我嫁过人？娘娘，你嫁没嫁人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那太好了。其实我跟那个皇上早已出梦了无痕，我只是在等对的人。那娘娘，你觉得我怎样？很好啊，又有颜值，又有担当，又风趣。那你觉得我可以嫁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好。好，你好，我也好。再见。哎，浩良，你要去哪儿？哎，这个借我一下，拜拜。花娘娘，看到您啊自作多情，然后他又不领情，我就觉得太可笑了。哎呀，笑得我口都干了，喝口水啊！你要喝水吗？哎呦，之前本宫还在担心一朵小花会插在牛粪上，不过还好，它很安全。哇，这里比外面更加金碧辉煌。礼吧。我们的命就是在这里被你们致命式决定的。嗯哼，所以你是不是要对我好一点？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过？哎呦，真可怜呢！没有浩良，还有其他人，他心里就是没有你的位置。你以为我笑你吗？有事没事就春心荡漾。你应该很久没照镜子了吧？你应该是忘了自己荡漾的模样。拜托你自己去照镜子，我觉得你的头发侮辱了这套礼服。哼，没品味。刘静静，你给我过来。你站住，
退后，你过来，你向后退，再退，再来。阎王殿那边的人没跟你说咱们知命殿的规矩吗？那第一，如果当天没居民投胎做宠物，你们不能来咱们知命殿。那第二，不能跟咱们知命殿的员工说话，你明白吗？过来，过来呀！刚才敌剧队有为难你吗？没有，不用担心。 Why? Why? Tell me why? 主公，不过就不过了，不要再伤心了啦。我嘞，我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我精通法语、德语、英语，结果不过关。Why？ 别难过了啦，来。我要做人，真的那么难过关？不难，只要你有10亿去买知命店的胸针，就不难。叶德华，你想不想去做人？没有想过。搞不好你有机会去做你哥的女儿呢。我没有机会的啦，我没有10亿去买那个胸针，收买那些贪钱的委员。可是我也没有口才啊，去说服那些讲出实力的委员。你如果想尝试，我可以帮你写稿啊。手机给我。当我22岁离世，我父母和哥哥都好伤心，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多么大的悲痛，家业失去传承是多么大的遗憾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耐心的跟我大哥学好医术，不止让家族的医术得到传承，更能帮人、救人、造福社会。说的真好，有感情，有理想，也对社会有贡献，符合委员会要求的准则。小露娜叫帮我写的，难怪。不过为什么会在地府的 group 里面啊？看来你是被偷拍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时为了很多人在看我念稿啊，之后还有人出价要艺名帮他们写我要做人的稿子，出价出到3亿啊！那你的冰糖起不就会赚很多钱？他不肯写，他说地府的钱他用不着，只帮我写了这一份。静静，那你赶快去抽签，争取做人。我觉得你很有机会。如果去投胎的话，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喝了忘情汤，我就把他给忘了。我不要。喂，你不觉得你跟他是不可能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地府，他在阳间啊。我可以等他下来啊。如果他活到90岁呢？也等。如果他结婚生孩子呢？如果他爱我，为什么会跟别人结婚啊？我只能说，年轻真好，敢爱敢恨。你说的是浩良啊？为什么突然提起他？你知道他为了帮你解开你对李光汉的心结做了多少事吗？你不感动？他没向你告白吗？静静，他是我的学生，几十年前的事了，你还学生？你不懂他。在阳间，人死灯灭，很快就会被遗忘；在地府，灵魂不死也不灭，几百年前的事还算新鲜，根本没有遗忘这件事。So， 我是老师，他是学生，这个关系早就已经定了。小文，你不要骗自己了啦！在他还没有来地府之前，你是个没有朝气的灵魂。他下来以后，你就多了表情，多了笑容。你对他没有感觉吗？可是这是不对的。你不要再劝我了，好吗？小妈妈，我
我想喝椰子水。我也要。好，水叔3粒椰子。好的。真的有这样不知羞耻的女人啊！真的，男的都可以当他儿子了，而且是当年的学生啊。他是做什么的？是个官差，哎，就是那个在买水的那个。听说啊，他还在一个舞会把他的学生推倒在地上，然后亲下去。哎呀，真的是不要脸啊！结账，伤风败俗。你们在讲霞妈妈的坏话吗？你们不敢说我妈妈的坏话。对，你们不要这样。是你们的妈妈不知羞耻，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，你们以后也会不知羞耻。这件事跟孩子无关，你们不要太过分。走。原来你是那么不知廉耻！哎呦，不要去纠缠！哎，不要！拿去吧。你们以后看到那个女人，就继续的讲，让她无地自容，不想出门。她想要投河自尽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会的。那个伤风败俗的女人，想跟本宫抢男人，门儿都没有。哼。文藻老师，开门啊！你来这里干嘛？啊？把你的画收起来，你不怕被人家看到啊？为什么要收起来？画这么美，要给人家看的嘛。哎，老师啊，我先进去喝杯水啊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好亮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家再不欢迎你。你走。为什么？你还在乎花娘娘说的话？她是个几百年的古董思想，你不用管她怎么想的。总之，你不准再上我家。好，来。为什么？那好，我在这里说。不要再说了。在婚纱店那天。我已经想向你求婚，还有在逛街的时候，我问你，我们以后就这样好不好？我是很认真，也想向你求婚。要不是花娘娘打岔，说不定我们已经……我们是不可能的。花娘娘大我100多岁，她都比你开通，比你勇敢，你怎么可以输给一个古代人？因为我是你的老师。你还是被花娘娘的话影响了。那好，我现在懂的东西比你多，你已经没有资格当我的老师。我炒你鱿鱼。小恩，嫁给我。我所有的努力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世间风雨渐磨砺，越温柔的编织，越铿锵有力。至死不渝是爱的甜蜜，穿梭浮生在一起。走过长路书卷的泥泞，我把坚定收在你心里，思念融在一针一线，交织心愿。